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低糖的南瓜塔。南瓜也是非常有营养的一种蔬菜，平时不知道怎么去吃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做一款这样的南瓜甜品，口感就像蛋挞一样，再搭配上少许的水果，清淡酸甜啊，吃起来很开胃。首先我们来处理一下南瓜，做这款南瓜塔放的糖特别少，可以挑选一种本身就比较甜的南瓜来做。今天也是做的一个6寸方形的，需要南瓜去掉皮去掉瓤之后，纯的南瓜肉准备700克左右。南瓜切好之后放在一个碗中，放在蒸锅里蒸熟，很好判断，蒸到软烂就行了。南瓜塔的制作方法就和那种特别大的蛋挞制作方法差不多。那接下来就制作下面那层蛋挞皮，制作起来也特别快啊，所以制作的时候就可以提前把烤箱的温度预热好。首先是在和面盆中加入60克软化的黄油，再加入1个蛋黄，大约25克左右，然后简单的搅拌一下。如果准备的这个蛋黄不够25克，可以加入少许的蛋白凑一下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20克的糖粉，糖粉就是白砂糖磨成的粉。今天做的也是一款低糖的，整体的糖量也是放的非常的少。同样是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125克的低筋面粉，10克的奶粉，然后翻拌成比较松散的颗粒状。制作起来特别快啊，大概也就需要5分钟左右，但是烤箱一般需要预热10到15分钟吧，所以提前可以把烤箱预热上。翻拌成这种比较松散的颗粒状，用手一攥能成团，轻轻的一捏又会散开的状态就行了。然后取过来一个6寸的方形模具，记着提前像视频里这样铺上一层烘焙纸，一定要铺上，不然烤完之后拿不出来。把翻拌好的材料倒入到模具里之后，用一个顺手的工具把底部压平压紧实。为了防止烤的时候胀起来，最后用叉子插上少许的出气孔，接着就可以送入烤箱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8分钟左右。这个时候南瓜差不多也就蒸熟了，然后取出放凉。等待酥皮烤好之后，也是取出放凉。等待2份材料全部放凉之后，我们接着来制作。做这个南瓜塔其实很简单，但是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首先是蒸好的南瓜，碗中会有少许的水，在制作的时候需要把南瓜挑出来，不要里面的水。刚才我们是准备了700克的南瓜，去掉碗中的水之后，大概剩600克。制作的时候我们就记着，按照蒸好的南瓜取600克就行了。接着用料理棒把南瓜简单的打一下。打成南瓜泥之后，再加入100克的淡奶油，紧接着再打入1个鸡蛋，大约60克左右。奶油有含糖的，有不含糖的，在制作的时候啊，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就行了。如果想吃更甜一些的，可以在这一步的时候啊，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少许的白糖。加入奶油之后，就不要过度的搅拌，不需要让奶油发起来，只需要把加入的材料简单的搅拌均匀就行了。如果搅拌到奶油轻微的发起来，那烤的时候可能就会塌陷。最后加入75克的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，就可以把材料倒入到刚才的模具里了。加入淀粉是做这个南瓜塔重要的材料，如果是加少了，烤完之后一脱模，里面没有凝固就会流出来。如果是加多了，烤出来口感略硬，所以淀粉要根据所用的南瓜的品种进行调整。如果是南瓜比较新鲜，含水量比较大，淀粉就要相应的多增加一些。这里给到大家一个建议，如果是第一次做，别管是用什么样的南瓜，淀粉可以多放10到15克，最起码做出来哪怕口感略硬一些啊，但是不会失败。这样我们根据第一次做出来口感的软硬度，下一次做的时候啊，就知道淀粉是需要增加还是减少了。
那烘烤温度和刚才是一样的，把烤箱预热到上下都是16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烤45分钟左右。如果是3层的烤箱，就放在下层，但是要把下层的温度单独的稍微调的低一点，不能让底部烤糊。如果是比较小的烤箱，像30升左右的，温度就适当的整体调低20度左右。当然也可以通过变换烤盘的位置，让其受热更均匀。烤好之后取出来，稍微一放，然后趁热把四周的纸撕掉，然后放到不烫手了，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，全部凉透了来吃啊，口感最好。凉透了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个南瓜塔切好，搭配上少许的奶油或者是水果。我们做的这个是没有放糖的，全靠南瓜的甜度来支撑，所以吃起来是比较清淡的。南瓜也是非常有营养的，平时不爱吃南瓜的朋友，或者是家里有很多的南瓜不知道怎么吃的朋友，可以试试这个甜品啊，非常的哇塞！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